警察来了你们就走，警察走了你们再去，就这么跟他们玩。民商银行王经理逼罗英子挪房子，他派去的人揭开了一个巨大的阴谋。某种意义上来说，曹征饰演的刘明虽不值得同情，但他也是受害者。刘明出生岭南，和罗英子是老乡。2年前，热依扎饰演的罗英子嫁给刘明，公婆一心一意的想抱孙子。刘明提出丁克，罗英子没有反对。婚后，朱时茂饰演的罗英子的父亲罗炳文替刘明联络大客户，不到2年的时间，刘明的公司就做到了上千万的规模。刘明的母亲岳秀琴强势，习惯了儿子对她唯唯诺诺，打一开始就厌恶把刘明收拾得服服帖帖的罗英子。罗英子嫌生活无聊，辞了体制内的工作，参加司法考试，拿到了律师资格证。岳秀琴见罗英子的心思都在事业上，肚子却一直没有动静，心生疑窦。懦弱的刘明把责任都推到了罗英子身上。温丽正是利用了岳秀琴与罗英子之间的婆媳矛盾，以怀孕为由敲开了刘家的大门。刘明是过错方，一旦离婚，除了分给罗英子1半家产外，还需要给予相应的补偿。岳秀琴不同意，这时温丽懂事的提出，自己愿意先委屈一下，和刘明拿着钱出国待产，等安顿好了就接岳秀琴夫妻出国养老。至于罗英子，起诉离婚可以缺席审判。半年前，刘明把夫妻共同的账户余额600万转走，剩下737元8毛8。4个月后，他把公司法人代表变更为罗英子，然后陆续借了4、5家私人贷，总数近500万。临走前，刘明把房产抵押给民商银行，贷了1000万。当罗英子在家给刘明筹备30岁生日宴的时候，他搂着温丽出国了，留给罗英子的是利滚利后高达1600万的债务，以及欠了2个月的物业费。此时，做着国内领退休工资、国外吃低保美梦的岳秀琴还不知道，乖巧柔顺的温丽不仅仅是一个插足他人婚姻的第三者。衣食无忧的罗英子转眼间负债累累。与此同时，他接到了第一个案子——王大福杀人案。王大福打工时遇见了躲在角落里哭泣的秦爱莲，他骗秦爱莲自己未婚，一来二去地2人就好上了。秦爱莲从小父母就没了，刚上了2年初中，嫂子不想供她，赶她进城赚钱。秦爱莲在饭店找了一份工作，谁知遇人不淑，被人拐着去兰亭雅舍出卖色相。为了摆脱这样的生活，秦爱莲在得知王大福已有妻室后，仍死乞白赖的想要嫁给他。半年前，秦爱莲去出租屋找王大福，云雨一场后再次逼婚。王大福已有3个孩子，自是不肯，2人吵起来动了手。王大福的妻子发现丈夫出轨后，气得回了娘家，公司找不到人，打电话说再不上班就开除。王大福怕妻子被辞退，赶紧往老家赶，回来时发现秦爱莲躺在地上，已经死了。秦爱莲的死指向了温丽背后的阴谋。王大福急得报了警，警方在杀死秦香莲的菜刀上提取到了王大福的指纹，他成了最大的嫌疑人。秦家民事部分的代理人陈硕提出，若王大福的家属给秦爱莲的哥嫂50万，他们会出具一份谅解书。王大福家一穷二白，出了人命案都请不起律师，靠法律援助才被分配了罗英子和他师傅韩律。王阳饰演的陈硕要不到钱，改劝秦爱莲哥嫂接受20万的赔偿。秦爱莲的嫂子听了断然拒绝，表示秦爱莲活着的时候每年拿回家的钱都不止20万。20万不是一个小数目，即使秦爱莲出卖色相也不可能赚到，它的来源是诈骗。京北活跃着一个诈骗团伙，他们以美人为饵，专挑有妇之夫下手，诱哄他们转移财产离婚，再渔翁得利。不同的是，秦爱莲有心想要逃离这样的生活，而温丽则甘之如饴。温丽心机深重，她先是以闺蜜的身份与罗英子相处，然后卖惨博同情，央罗英子帮她介绍工作。为免罗英子提防，温丽还特意找了分手快2年的男友王良，2人一起见了罗英子和刘明。王良想着温丽一个姑娘独自闯荡不容易，以为是单纯的帮她找工作，便同意了。4人刚吃完饭，过河拆桥的温丽就拉黑了王良。温丽勾搭上刘明后，他幕后的诈骗集团开始假意与刘明的公司进行业务往来，
一笔一笔地划走了刘明借私人贷拿到的400-500万，营造出刘明把所有的借款都用于公司经营和夫妻共同生活的假象，让罗英子也背上了债务。此举实在高明，就连罗英子律所的老板方力宏看了银行流水都说，要不是这最后1000万，我宁可相信他只是一个不会做生意的人，他并没有想害你。从始至终，温丽的目的都很明确，那就是把刘明和罗英子的所有家财搜刮得一干二净。罗英子名下有2套房，一套是婚前财产，价值660万，一套是夫妻共同财产，价值1300万。这2套房产是温丽故意留给罗英子的，意在让债主和银行知道罗英子有还款能力，转移他们的视线。通过王经理，刘明贷出了1000万。好景不长，温丽在朋友家摔倒，小产了。2年的婚姻生活，罗英子待刘明极好，工资用于家里的开销，父母买的房子也给了刘明父母居住。刘明不知珍惜，相信来路不明的温丽，关了公司，卷走所有财产，把毫无过错的罗英子往绝路上逼，他错得太离谱。出事后，罗英子清楚，如果没有充分证据，情况对自己非常不利，债主会上律所闹事，银行也会收走自己的房子。痛定思痛后，罗英子花200万请方力宏和秋华做自己的代理人，处理离婚、私人贷和银行欠款的事，官司输赢排第2，寻求方力宏的庇护，留在律所才是最重要的。王大福被无罪释放后，秦爱莲的哥嫂去陈硕律所闹事，要求他退回2万的代理费。陈硕息事宁人，提出会继续追查杀害秦爱莲的凶手，让秦爱莲的哥嫂得到赔偿。与罗英子离婚后，刘明娶了温丽。不久，温丽故技重施，刘明人财两空。当初变更公司法人和去银行贷款，温丽冒充罗英子，伪造她的笔记签了字。罗英子顺着这条线索查下去，发现温丽诈骗与陈硕在查的秦爱莲之死有重叠之处。罗英子和陈硕通力合作，查出了事实的真相，温丽和刘明落网。刘明在国外价值80万美金的房产被拍卖，罗英子拿回了本该属于自己的财产。赵东林编剧的《无所畏惧》中，刘明走到锒铛入狱这一步，错得太离谱。他1不该婚内出轨，2不该伙同温丽卷走所有的家产。出事后，刘明的母亲厚颜无耻地拿着2万块钱甩到罗英子面前，逼他签离婚协议，还到处说儿子是被罗英子欺负的离家出走，全然忘了自己当初做生意赔得一塌糊涂时，是罗家收留了4处躲债的他。好在丈夫的薄情，婆婆的寡恩没有打垮罗英子。在陈硕、秋华的帮助下，罗英子成功要回了自己的财产，事业也更上一层楼。